大家好啊，我是魏志超。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要一口气解读两本书。第一本书是委内瑞拉的崩溃，第二本书是魔法国家。之所以要这样安排啊，是因为我最近连夜突击读了好几本关于委内瑞拉的书，最后发现只有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才能够比较深入地看懂委内瑞拉这样的一个本来应该成为石油富国的国家是怎么样愣生生把自己给玩死的，才能看懂它是怎么样把自己给折腾成一个失败国家的典范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两本书也不仅仅只是在分析委内瑞拉这样一个特定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很多其他失败国家的身上啊，你都会看到类似的东西。搞不好今天讲的很多政治博弈的逻辑，你都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果你以为这回随着马杜罗被抓到美国，委内瑞拉就开启了国家正常化的康庄大道，那今天这两本书可能会给你泼一大盆冷水。因为这两本书的分析如果站得住脚的话，那大概率下一个马杜罗已经在路上了。今天这两本书合起来呢，就像是一份委内瑞拉完整的尸检报告。第一本书，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罗德里格斯的《委内瑞拉的崩溃》是一本热气腾腾的新书，2025年刚刚出版。过去这一年，在欧美知识界，在欧美政界引起了大量的关注。这本书告诉我们啊，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把委内瑞拉的失败归咎于查韦斯、马杜罗这样几个独裁者胡来，那就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实际上，委内瑞拉是死于一种当权派和反对派互扔燃烧弹的焦土政治。所谓焦土政治啊，就是当权派和反对派竟然是争先恐后，不约而同的在比赛毁掉委内瑞拉的经济。因为居然只有把委内瑞拉变成一片焦土，双方才都有机会博取自己最大的政治利益。这是一种非常诡异却又无比合理的博弈局面。如果说这本委内瑞拉的崩溃是深刻剖析了委内瑞拉死亡的近因，是一台显微镜，那么第二本书《魔法国家》就像是一台望远镜，它是让我们去理解委内瑞拉失败的原因。读懂这本书呢，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委内瑞拉的政治博弈不是像其他那些发达国家那样是那种现代政治的妥协与共存，而是那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路数。魔法国家这本书的作者是已故的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克罗尼尔，这本书是出版于1997年啊，那时候连查韦斯都还没有上台但几十年来这本书一直被拉美研究界奉为一本神书因为这本书最透彻地解析出了委内瑞拉权力运行的底层逻辑。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先从委内瑞拉的死亡的近因开始说起，我们来看一看当权者和反对派是怎么样用焦土政治把这个国家的经济给联手绞杀的那我们先来看台面上的当权者这一边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媒体提到委内瑞拉，大家最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评价就是蠢。大家会说，你看那个马杜罗，毕竟是公交车司机出身嘛，他是完全不懂经济规律的，所以他才会疯狂印钞，搞出了货币贬值90%的恶性通货膨胀。因为他不懂经济规律，他才会搞出非常离谱的价格管制，结果最后把一个卖石油的富国搞得连卫生纸都买不起，搞得连中产阶级都要去垃圾堆找吃的。但是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在《委内瑞拉的崩溃》这本书里说，如果你们这么想就有点太小看真实的政治博弈了。虽然罗德里格斯目前是身在美国，但他是一个委内瑞拉人，他长期深度介入委内瑞拉的政治。他曾在由反对派控制的委内瑞拉国民议会担任首席经济顾问，他也是2018年反对马杜罗的总统候选人亨利·孔尔法的经济政策顾问。他和委内瑞拉的那些掌权者是直接打过交道的，而他的结论是，那些掌权者把经济给搞垮，不是因为他们不懂经济学，而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之下，搞垮市场经济反而竟然是他们保住权力的最优解。这就是他发明的那个词焦土政治的 A 面，那就是由政府发动的焦土战。为了理解这一点你需要换位思考一下。想象一下你就是一个陷入到执政危机里的领导人，你的支持率现在正在下降，街头呢全是抗议，而且你知道，一旦你下台，等待你的可不是丰厚的退休金，而是清算，是监狱，甚至是生命的终结。也就是说呢，你的离场成本是无限大的。这个时候，你的首要目标会是什么呢？是让国家的 GDP 增长吗？是让老百姓买得起面包吗？绝对不是。你的首要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收买那些关键支持者，确保你的核心圈子不会背叛。
当你把这个逻辑想通了，你在委内瑞拉看到的那些非常荒唐的经济政策，瞬间就变得极其合理了。罗德里格斯在书里举了一个最经典的例子，那就是委内瑞拉的外汇管制。委内瑞拉曾经实行过一段时间非常扭曲的汇率制度，官方汇率可能是1美元兑换10块钱，但是黑市上可能是1美元兑换1000块钱。任何一个读过大一经济学的学生都知道，这会滋生大量的腐败，这会毁灭进出口贸易。那马杜罗政府难道不知道吗？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么做呢？罗德里格斯说，正是因为有巨大的价差，政府手里才有了分配暴利的权利。政府可以决定把这宝贵的10块钱买美元的资格给谁？给谁呢？给军队的高层，给关键的盟友，给那些能够帮助他们稳住政权的人。这些人拿到便宜的美元，转手在黑市卖掉，瞬间就能够获得上百倍的利润。这相当于什么呀？这就相当于政府亲手把正常的市场机制给炸毁了，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一片焦土。因为只有在焦土之上，资源的分配权才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市场是自由的，你甚至不需要讨好政府就能够赚钱，那谁还会听政府的话呢？但是现在市场死了，每个人想要活下去或者想要发财，就只能跪在权力面前祈求恩赐。这是一种为了政治生存而实施的经济自杀，在经济上是完全非理性的，但是在政治上是完全理性的。罗德里格斯在书里把这种政策称为通过破坏来控制。政府没收私营企业不是为了经营好它，而是为了把资产分给亲信。他们搞价格管制不是真的为了让穷人买得起东西，而是为了拥有随时可以让你关门的执法权。这个执法权对于他们的亲信来说就是巨大的寻租空间。所以当我们看着委内瑞拉的废墟感叹他们好惨的时候，那个核心圈层其实是在废墟上狂欢。对于国家来说这是毁灭，但对于这一个小圈子来说，这就是最高效的统治术。但如果仅仅是政府在放火，那委内瑞拉或许还能像某一些独裁国家那样维持一种低水平的稳定。但非常不幸的是，委内瑞拉的悲剧在于，手里拿着打火机的可不只是政府。在政府为了守住他们的权利而让经济焦土化的同时，他们桌子对面的另一群人，也就是那些反对派，他们为了夺权竟然也在往火里泼油。按照一般的那种正邪对抗的俗套剧本如果当权者是大灰狼，那么那些受当权者迫害的反对派当然就是心地纯良的小红帽咯。那些在街头抗议，在国际社会奔走的自由斗士，他们总是想救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吧？但罗德里格斯在这里泼了一大盆冷水。他说不完全是。在委内瑞拉这种非常扭曲的政治环境之下，反对派也陷入了一种致命的逻辑陷阱。这个陷阱叫做越糟糕就越好， the worse the better。 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想象一下，这一回我们把自己放在反对派的位置上，你是一个反对派的领袖，你的目标是推翻马杜罗。你很清楚，如果经济好转，老百姓吃得饱，那马杜罗的位子就会坐得更稳。反过来呢，只有当经济彻底崩溃，物价飞上天，物资极度短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他们才会不顾一切地冲上街头，把政府给推翻。那么作为一个理性的以夺权为第一目标的反对派，你会怎么做呢？你会不希望经济好转，甚至于你会动用一切手段去阻止经济好转。这就是焦土政治的避免，反对派的焦土战。罗德里格斯虽然自己曾经就是反对派阵营的一员，但他对反对派的批评可以说是毫不留情。书里记录了一段非常让人唏嘘的历史。大概是在2016年到2017年那段时候，委内瑞拉政府虽然已经焦头烂额，但是还没有死透。他们试图在国际市场上重组债务，试图去找点钱来买药、买食物，来维持石油生产。按理说，为了国家不至于饿死人，这件事情反对派应该支持吧？但当时的反对派领袖做了什么呢？他们向华尔街、向全世界的银行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他们说，别借钱给马杜罗，谁借钱给他，谁就是帮凶。而且等我们变天了，这笔账我们是不认的。这招非常狠他直接吓退了国际投资者，切断了国家最后的融资渠道。
但是这一步还不够致命，于是呢，反对派祭出了第二个大杀招，那就是游说美国开展制裁。这是这本书里最让人心情复杂的部分。罗德里格斯指出美国过去几年出台的那些制裁政策，其实并不完全是美国人自己突发奇想搞出来的，而是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多年来在华盛顿不断的游说、不断的请求的结果。其实这一直是委内瑞拉的反对派的一项非常清晰的策略叫做游说华盛顿胜过动员选民。也就是说，他们把大部分的力气都放在了海外，放在了美国身上。罗德里格斯在很多的文章和访谈里都非常猛烈地批评过这种政策。就是在委内瑞拉反对派的反复拱火之下，美国通过了2017年的金融制裁和2019年的石油禁运，而这几项制裁就彻底毁灭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在2017年之前虽然马杜罗政府管理非常的混乱，石油产量确实在跌，但那是慢跌。然而到了2017年8月这条曲线就突然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垂直下跌。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在那一年，川普政府签署了第一份针对委内瑞拉政府的金融制裁令，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参与委内瑞拉政府的新债务发行。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呢是需要巨额的资金流转来维护设备的，一旦被踢出国际金融体系，就意味着委内瑞拉再也借不到一分钱来修钻井平台，甚至连进出口贸易的信用证都开不出来。就是在这个节点之后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就崩溃了，95%的外汇收入灰飞烟灭，没有外汇就没有钱进口食物和药物。2017年到2018年，委内瑞拉的食品进口量腰斩，营养不良率迅速飙升，死亡率迅速增加。紧接着是2019年，美国实施了石油禁运，这相当于是给已经在 ICU 里的病人直接拔管了。委内瑞拉的经济直接从衰退变成了人道主义灾难。虽然这一切乍看是外部强权干涉的结果，但是我们前面说了，在罗德里格斯看来这就是委内瑞拉的那些反对派焦土战的其中一环而已。但是最讽刺的是，反对派的如意算盘其实落空了。设计制裁的人最初的设想是把经济给搞崩，老百姓活不下去就会造反，马杜罗就会下台。可结果呢？结果恰恰相反，制裁反而加强了马杜罗的控制力。为什么呢？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物资非常匮乏的荒岛上，以前呢大家还能自己种点地，划船去隔壁做点小买卖。现在呢整个岛被封锁了，只有村长家有唯一的食物仓库，而村里最能打的那些地痞流氓都被村长雇来看守仓库了。那这个时候你会去推翻村长吗？大部分人不会。为了让孩子今晚能够吃上一口饭，你只能更加听话，更加依赖村长。这就是制裁带来的资源垄断效应。虽然国家的整个蛋糕变小了，但是政府切蛋糕的那把刀子却握得更紧了。所以罗德里格斯说，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闭环。政府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利，破坏市场，点燃了第一把火；反对派为了夺权，呼吁封锁，点燃了第二把火。而国际社会为了给反对派帮忙加引号的帮忙，扔下了制裁这颗燃烧弹，引发了燎原大火。最后呢，就在这3把大火的夹击之下，委内瑞拉被烧成了一片焦土，寸草不生。罗德里格斯把这种现象称为有毒的极化极是极端的那个极极端化。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执政党和反对派再怎么吵，底线是国家这艘船不能够沉。但是在委内瑞拉呢，双方都认定这是一场赢家通吃的游戏。政府觉得如果我输了就是坐牢，就是清算，所以我必须不惜代价把我的权利给守住。反对派觉得如果你不倒台，我就永远都没有任何机会，所以我也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把你给搞垮。于是呢，经济就不再是双方共同守护的一座花园，而成了双方交火的战壕。政府通过破坏市场来控制社会，反对派通过金融封锁来窒息政府，双方都在这片焦土上互扔燃烧瓶。在这个过程里，最惨的是谁当然就是那些没有办法从权力中分红的普通的委内瑞拉人，他们成了这场焦土战的炮灰。这就是罗德里格斯描述的焦土政治，在他看来呢，这才是毁灭委内瑞拉的元凶。不过虽然罗德里格斯在书里非常精彩地描述了这种焦土政治的惨状，但他在书里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逻辑缺口，
这也是很多读者读完之后依然感觉到困惑的地方，那就是为什么委内瑞拉的政治斗争会演变成这种即使同归于尽也要弄死对方的死局呢？在其他国家，哪怕是一些独裁国家，执政党和反对派往往也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和默契，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那为什么在委内瑞拉双方都要把青山给烧成焦土呢？罗德里格斯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今天的第二本书《魔法国家》里。这本书说，委内瑞拉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是一个魔法国家。委内瑞拉的总统也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家，而是一位大魔法师。咋听起来这么奇幻呢？我们就展开来说一说。要理解委内瑞拉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首先得明白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在这个国家，钱是从哪里来的？在大多数正常的现代国家，政府的钱主要来自于税收。这就意味着政府想要有钱花，就必须先让老百姓富起来，然后从老百姓手里收税。这就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政府必须服务人民，因为人民是政府的衣食父母。但是呢，作者人类学家克罗尼尔在《魔法国家》这本书里告诉我们，委内瑞拉完全不是这样的。在20世纪初发现石油之前，委内瑞拉是一个穷得响叮当的农业国，那时候他们主要靠卖咖啡和可可豆勉强维持生计。那时候的政府不仅弱小，还欠了一屁股外债，甚至曾经在1902年被欧洲列强的军舰封锁了港口逼债。但是随着石油被发现，巨大的石油储量被探明，一种非常诡异的政治生态就诞生了。国家通过法律垄断了石油财富，于是他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大地主。一夜之间，他就不再需要依赖人民来获得收入了。相反，他可以直接把手伸进地底，直接把黑色的石油变成金灿灿的美元。这样一来呢，这个国家的因果关系就被颠倒了。在别的国家是社会养活了国家，而在委内瑞拉是国家养活了社会。这就像是原来一个村子里是村民给村长家交公粮，但突然有一天，村长在自家后院里挖出了金矿。从此以后呢，村长不再需要村民交公粮了，反而是村民们每天要排队到村长家门口领赏钱。这时候呢，村长也就是委内瑞拉的总统就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管理者了，在民众眼中，他就变成了一个能行神迹的人，一个魔法师。他拥有点石成金的能力，他能够凭空变出财富，变出学校，变出医院。这个魔法最早的表演者就是书里提到的委内瑞拉20世纪早期的独裁者胡安·比森特·戈麦斯。他铁腕统治了委内瑞拉整整27年。他在1935年死的时候，委内瑞拉已经从一个负债累累的穷国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他非常豪气地还清了所有的外债，这在当时被视为一个奇迹。但是这个奇迹是有代价的。戈麦斯用石油美元建立了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同时也把自己神化成了这个国家的化身。他让民众相信，繁荣不是你们的劳动创造的，而是国家，也就是我恩赐给你们的。而委内瑞拉的民众也是买单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国家或者说就是总统本人，的确看起来就是能够凭空变出财富。委内瑞拉人沉醉在这场迷梦里100年了，其实今天都还没有醒来。书里引用了剧作家卡布鲁哈斯的一句名言，他说，在这个国家，国家就是慷慨的巫师，石油具有致幻的魔力，它能够诱发人们的狂想。而这种魔法一旦开启，就很难再停下来。戈麦斯之后的每一任继任者，无论是独裁者还是民主选举的总统，都不得不继续扮演这个魔法师的角色，不断许诺变出更多的兔子，直到帽子里最后空空如也。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虽然委内瑞拉发现石油已经100年了，但他始终都没有利用石油带来的财富，把自己建设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正常国家，而始终都只是一个由10元美元搭建起来的巨大的魔术舞台。因为每一代领导人都没有任何动力去真正改进这个国家，而是用躺着赚来的石油美元竞相比拼谁的表演最出彩，谁的舞台风格最骚，谁从帽子里变出兔子的花样最翻新。因为反正你知道，你的钱是只要你在台上就能够躺着流进你的腰包的，那费什么劲去搞真正的建设呢？
你只要拨出其中的一点点钱，搞出各种炫目的秀，哄住老百姓相信是你让他们生活在一个盛世里，然后安安心心的领他们自己的那份份子钱，那就足够了。尽管那么一点点份子钱跟流进你的腰包的钱相比，简直就是微不足道。换句话说呢，在委内瑞拉，政治作秀几乎就是政治的全部。在一个正常一点的国家呀，政治作秀虽然也是不可避免，但它总归只是政治的一部分，政治家总还是有些实际的事务要操心的。但是委内瑞拉的领导人不一样，政治作秀可以说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回过头去看委内瑞拉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啊，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史，而是一部越来越疯狂、越来越脱离现实的魔术表演史。在这座由石油搭建的舞台上，先后登场了3位重量级的大魔法师。第一位登场的呢，是在委内瑞拉的历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委内瑞拉人习惯叫他 CAP。 他在1974年第一次当选总统，那个时候是什么光景啊？那是第一次中东石油危机的爆发期，全球油价暴涨，委内瑞拉就像是中了彩票头奖一样，钱多到不知道怎么花。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那么你应该做的是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啊，投资教育啊，投资民生啊，发展实业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魔法国家的总统，你会怎么做呢？佩雷斯的选择是，我要变魔术，我要变出一个大委内瑞拉。大委内瑞拉是当时他提出来的一个铺天盖地的政治口号。他在任内开启了一种近乎癫狂的以大为美的建设狂潮。他觉得只要我有钱，我就可以跳过漫长的工业化积累过程，直接变出一个发达国家来。于是呢，他就挥舞着石油美元的这根魔杖，一夜之间变出了巨大的钢铁厂，变出了庞大的水电站，变出了原本只有发达国家才配拥有的重工业体系。但是克洛尼尔在《魔法国家》这本书里非常辛辣地指出，佩雷斯搞的这些大工程本质上不是经济项目，而只是舞台布景。因为这些钢铁厂、铝厂从经济账上全是亏本的，是不可持续的。他们的建设也极端的潦草，远远看过去光鲜亮丽，凑近了看全是豆腐渣，全是草台。但是从政治账上来算的话，他们太值了，因为他们足够壮观，足够让人们目眩神迷。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向民众证明，看啊，我手里的魔杖一挥，我们就迈入了现代文明。佩雷斯就是通过这种现代化的幻觉，成功让自己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神。但是既然是幻觉，就总会有醒来的那一天。当油价下跌，佩雷斯的魔法就失灵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在80年代末第2次当选总统，试图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就被愤怒的民众赶下了台。因为观众已经习惯了看你变兔子，你突然告诉观众没有兔子了，大家各自回家种地吧，观众是不会答应的。这个时候呢，第2位也是最重量级的大魔法师登场了，那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查韦斯。如果说佩雷斯是那种穿着燕尾服讲究排场的古典魔术师，那么查韦斯就是那种极具煽动性、极具个人魅力的街头魔术师。查韦斯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佩雷斯那一套宏大叙事的魔术，老百姓已经看腻了，那些大工厂大坝离穷人太远了。于是查韦斯对魔法国家的表演进行了一次升级，他不再变钢铁厂了，他直接变尊严，穷人的尊严。你们是不是觉得憋屈、不公平，没有人关怀你们？好，我查韦斯这个国家的神亲自下场来关怀你们。查韦斯最厉害的一招是绕过了所有繁琐的政府官僚机构，直接用石油公司的钱搞各种社会项目。他在贫民窟里直接发钱，直接建诊所，直接开扫盲班。请注意啊，这里不是说改善民生不对，问题的关键在于查韦斯做这些事情的方式不是建立一套可以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是把它变成了一种元首的恩赐。他每周日在电视上搞那个非常著名的节目你好总统，一播就是好几个小时。在那个节目里，他现场办公，现场解雇高管，现场给求助的穷人发钱，这就像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真人秀。在查韦斯的表演里，石油就更不是普通的商品了，它变成了一种神圣的液体，流淌在查韦斯和人民的血液里。它让委内瑞拉的穷人产生了一种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幻觉，只要查韦斯在台上，石油的红利就能够直接变成我口袋里的现金。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情感魔术。
而当第3位大魔法师马杜罗登场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有点尴尬了。前面2任大魔法师太能作了，其实已经把家底给败光了。之前变出来的那些工厂早就成了废铁，石油产量暴跌，这个倒霉催的又遇上油价低迷。马杜罗就像是一个很蹩脚的魔术师，站在聚光灯下，手伸进了帽子里，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摸不到兔子。这个时候正常的逻辑是，那我们就别再演了，下台鞠躬，或者老老实实的承认问题，开始改革。但我们前面说了，魔法国家的逻辑是不允许停下来的，一旦停下来，权力的合法性就瞬间崩塌。因为这个国家的民众可以说也不是正常的民众，而是一群观众。于是呢，马杜罗就开启了魔法国家最黑暗的第3阶段。当变不出兔子的时候，就开始变出恐惧。我们在今天前半段说过，马杜罗虽然没有石油美元了，但他手里还有最后一样东西，那就是对仅存的资源的绝对分配权。以前国家是用石油美元让你们过得好来换取你们的支持，而现在国家是用如果你不听话你就得饿死来换取服从。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谁能够变出食物，谁就是神。这其实是克罗尼尔早在《魔法国家》这本书里就做出过的预言。他说，依靠运气的魔术终究是会穿帮的。当国家没有办法再用繁荣来证明自己的神性的时候，他就会用掌握生死的权利来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这就是委内瑞拉最近这3代领导人的表演进化史。而按照《魔法国家》这本书的逻辑呢，他们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怪胎，而是委内瑞拉这种特殊的石油国家结构注定会孕育出的演员。只要国家依然垄断着石油财富，只要社会依然是依附于国家生存，而不是反过来，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家就不可避免的会异化成魔术师。尽管魔术师的表演能力有的高超，有的拙劣，但其实无论是高超还是拙劣，这个魔术师都不是舞台上的小丑，而是一个神。当国家垄断了所有的财富来源，这种魔术就不再仅仅是障眼法，而变成了能够定义什么是真实的最高权力。谁掌握了总统的宝座，谁就掌握了通往金库的唯一钥匙，更掌握了裁定谁能够致富，谁该贫穷，甚至谁能够活下去的神性权利。在这个舞台上，魔术师的话语就是最高的律法，就是让整个社会都必须俯首称臣的咒语。所以现在你能够理解为什么委内瑞拉的政治斗争总是那么你死我活了吧？因为那不仅仅是在争夺一个职位，而是在争夺当上帝的资格。今天我们从一场焦土政治的相互绞杀开始，看到了政府和反对派怎么样为了争夺权力，不惜联手烧毁了国家的经济根基。我们又追溯到了魔法国家的源头，看到了石油财富是怎么样异化了权力的本质，让政治家变成了魔术师，让总统变成了上帝。读完这2本书会发现，委内瑞拉的悲剧并不是因为出现了几个坏人，也不仅仅是因为几个错误的政策，它是一个结构性的死局。只要权力依然垄断着地下源源不断涌出的财富，只要社会的每一次呼吸依然要仰仗权力的恩赐，那么无论台上换谁来演，这场魔法秀的内核恐怕都不会改变。马杜罗的倒台或许只是这场漫长的表演的一个中场休息。如果不打破这种国家养活社会的依附关系，如果不建立起基于产权、契约、法治的现代国家地基，那么就算赶走了这一个蹩脚的魔术师，下一个登场的可能只是一个换了面具的新演员，他依然会许诺变出兔子，然后依然会要求你交出灵魂。委内瑞拉人必须要走出这片看似美丽，实则非常致命的魔法森林。他们必须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世上没有奇迹，没有魔法，没有从天而降的财富。国家的繁荣只能够建立在每个人辛勤的劳动、公平的交易和对权力的严苛的约束之上。这不仅需要推翻一个独裁者，更需要推翻每个人心中那个期待被包养的幻觉。但这太难了。这就是我为你解读的《委内瑞拉的崩溃》和《魔法国家》这2本书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赞、分享、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志超，咱们下本书再见了。